燕小将军今日这般模样，真叫人看一眼便要了命去。他是皇后的亲外甥，又是大梁最年轻的将星，若能嫁他，便是死了也值。这京城的女人相则相宜，却无趣的很，连带着这京城的酒都少了点边关的辣气。诸位，这宫宴乏味，不如墨香来添个乐子。这花我待会儿随手支出，今晚谁能寻到，谁就是我燕慈未来的将军夫人。我竟回到了这天，这枝注定要毁我一生的花。这花不是良缘，是拴在薛家脖子上的催命鞋。燕慈，你想赌气，找别人陪你演戏。不知是哪位姑娘捡到了末将的心意。将军，臣女找到了。原来是沈家姑娘，倒是好运气。阿慈向来言出必迎，既然缘分已定，那本宫就做主。我的花！薛二姑娘，看来你是躲不掉啊。臣女不敢。臣女早已有心仪之人，且已私定终身，请将军成全。你说什么？心仪之人，私定终身？薛竹心，你可知在御前撒谎是何罪名？那男人是谁？臣女失忆，罪该万死。只是此番剖白已耗尽心力，只觉胸口憋闷，头晕目眩。阿慈，瞧你把人吓成什么样了！薛二姑娘，既然身体不适，且先去偏殿休息，由医官瞧瞧。臣女谢皇后娘娘体恤。是梦吗？不，16岁。既然真的回到了16岁，薛竹心，你竟真的爬出了那座坟。上辈子这枝花落在我膝头时，我以为是天赐良缘，却不知那是我此生最后一点欢喜，也是余生噩梦的开端。奶奶，4更了，小厮方才来报，将军今夜宿在书房，您不必等候了。那是16岁最美的一晚，我等到的却是一世的荒凉。这喝碱酒原来是苦的。小门小户出来的野丫头，就是上不得台面，连夫君的衣角都抓不住。成亲头一天就让他回了边关，你这种没用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真是把燕家的脸都丢尽了。薛竹心，你做错了什么？你只是错在妄想在那场豪赌里，向一个不爱你的赌徒索要真心。可那一生本就身不由己，这一生我命由我。燕慈，这将军夫人的血路，谁爱走谁走。人人都说月光温柔，可对我而言，那是生生剐了我5年的刀。前世那5年，我就是在这样的月色里一寸寸死掉的。你还没睡？在等将军。辛苦夫人，往后我都不走了，就在京城陪你。夫君，倾血疼。叫将军，叫了就饶了你。前世燕慈有段日子像是转了性，突然对我百般的好。这是南街新出的琥珀核桃，听管家说你爱吃。谢将军挂念，臣妾很欢喜。那时我真的以为这石头的心终于被我焐热了，却不知这世上最残忍的糖都包裹着最毒的砒霜。你瞧将军现在对夫人多上心，你懂什么？那是边关那位生了孩子，将军心里堵得慌，才回京找替身呢。替身？嘘，你没发现将军送夫人的那根簪子和孟尝换将军那只一模一样吗？夫君，你醉了。偿还。那一晚我痛得几乎死别走。他却浑然不觉。原来我这5年的卑微，不过是在他的偿还里当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鬼。将军，如今满京城谁不夸薛家二姑娘贤惠？薛氏的确极其贤惠，这7年来后宅被她打理得滴水不漏。那将军岂不是觅得良缘？可惜竹心终非无心，本将军的心早在那场大雨里跟着某人死在边关了。心儿，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慈儿那性子烈，心里一直装着边关的事，你多担待。母亲言重了，相敬如贫，本就是臣妾为人妻的本分。将军，捷报传回，可孟将军战死了。
孟长欢将军为护军旗，力战而亡。燕慈，哇！夫人，将军把自己锁在里头3天3夜了，谁去劝都挨了砸，求您进去看一眼吧。长欢，别走，别留我一个人在这里。你嫁了人，我认了；生了孩子，我也认了。可你为什么要死？孟长欢，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狠？我就那样站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哭声，久到我以为我也死在了那个夜里。这一张张写的是你的深情，却是我的领旨。我生性懦弱，20年来连高声说话都要看人眼色。可现在，夫君，我只想看一场最盛大的婚。你听到了吗？孟将军死在边关了，他在那头好寂寞。燕慈，你这样深情，应该去陪他的。夫君安心的歇息吧，你的情信我已经先烧给他了。走水了，将军还在里面，快去喊夫人拿钥匙。夫人，书房走水了，你快！真笨，喊什么夫人呢？夫人又不会救火，夫人只会帮倒忙。书房快塌了，快把将军救出来！薛竹信，你自由了。燕慈，这一世被我当众拒婚，那点难堪，比起上世最后那个，算得了什么？那个蠢货！吴七，好久不见。真是可惜。可惜什么？可惜我也活过来了。你看起来很想让我死透。是啊，可惜那场大火竟没能收了你，反倒叫你这般阴恻恻的回来见我，真让我反胃。恨我吧，朱信！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就算烧成了灰，我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黄泉人间，我自然是要和你永远在一处的。听说了吗？薛家那二姑娘在那晚宴上当众把燕小将军给休喽！嚯，那可是皇后的亲外甥，大梁的活阎王。这薛二姑娘当真是长了颗雄心豹子胆。什么心仪之人，不过是块遮羞布。我听说啊，那姑娘早就不干净了，怕是肚里有了孽种，才不敢进将军府的门。啧，五品官的女儿嫌弃一品将军，我看她是抢男人抢疯了。全京城哪个正经人家还敢要她？薛竹心，你听听外面都在传什么？薛家的老脸全让你丢尽了，薛家100年的名声全毁在你那衣柜上了。那燕家是什么门第？那是皇后的亲外甥，是大梁的战神，多少贵女想嫁都求不来的姻缘，你倒好。你告诉娘，那个男人是谁？是谁让你失了风，竟敢在宫宴上撒这种泼天大谎？没有这个人。我说，没有什么心仪之人，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嫁给燕慈。这是冤孽呀！不想嫁，你这是要逼死全家呀！你看，这全京城的人都把你当成了残花败柳，谁还敢娶你？朱信，就算重来一次，你也只能选我，选我这只被你亲手烧死的鬼。选一个死人燕慈，你已经化成灰了，而我还活着。薛竹心要走的路，也轮不到一缕孤魂野鬼来指手画脚。谁娶我，就不劳一缕孤魂野鬼操心了。你以为那个小东西会放过你？你当众扇了他的脸，他会把你撕碎，再亲手关进那座名为将军府的笼子里。你说那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那就让他来，我等着，亲手再杀他一次。主席，你瞧瞧，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自遣人送来的请帖，全京城这么多世家贵女，唯独咱们薛家被点名陪王伴嫁，这是何等的风光！阿娘，这请帖不是恩赐，是烫手的山芋。胡说，这分明是燕小将军心里还记挂着你。听娘的，一会儿见了将军，千万别再梗着脖子，男人嘛，哄哄就回心转意了。这可是天大的体面，由不得你任性。体面？燕慈，你费尽心思引我入局，不就是想看我如何低头吗？瞧，那位就是赶在万寿宴上让燕将军下不来台的薛二姑娘，脸皮倒真厚，竟还有胆子来。人家那叫欲擒故纵，
这不，一朝拒婚，倒勾得皇后娘娘亲自下帖请他，真是好深的心机。姨母，阿慈，今日这猎场上的彩头可不少，你不去抢个先，倒跑本宫这儿来讨茶喝。薛二姑娘，几日不见，倒像是清减了不少。本将军一直好奇，你那位连名姓都不敢露的心上人，今日可有胆子也来这猎场搏个彩头？将军这话问得有趣，您是希望他在，还是不希望他在？这些日子，我派人把你那五品小官的府邸查了个底朝天。薛二姑娘，你口中那个私定终身的情郎，莫非是这林子里的狐仙鬼怪？臣女确实没有心上人。哦，那夜宴上是谁言之凿凿对着满朝文武说非他不嫁？那日臣女旧疾发作，言语失当，请少将军见谅。原来是自编自演的戏，真是让大家看了一场好笑话。薛竹心，这可由不得你。既然你捡了我的花，你这辈子生是燕家的人，死是燕家的鬼。哼！竹心，阿慈这孩子打小在军营长大的，嘴笨心傲，但他既然非要娶你，心里必是极看重你的。臣女出身卑微，恐难承此重恩。阿慈怎么偏偏就看中了这根木头？薛妹妹，山中蚊虫多，这帕子熏了秘制的辟虫香，可千万要带在身上。引兽香，人闻着无碍，野兽闻了却会狂性大发。沈姑娘，你是想要我的命，还是想要皇后的命？好，这一世谁想当猎手，谁就要做好当猎物的举我。有猛兽！有猛兽！有护驾！护驾！娘娘退后，借匕首一用。完蛋了！薛家二姑娘拿着根破木头就敢跟调音白野虎拼命，你是疯了还是胆子长毛了？长欢，真的是你，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这种事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哪怕派个人送封信也好，哪怕出城50里，我也会去接你。燕将军，对了，长欢，差点忘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薛家二姑娘崔竹心，也是我未来的未婚妻。哦，未婚妻？对，宴上瞧着合适，顺手定下的。这姑娘救驾有功，倒是有几分胆色，娶回去当个将军夫人，倒也不辱没门辈。怎么了，长欢？你这声啧是什么意思？薛竹心，你胆子这么大，连老虎都敢捅，怎么眼神却这么不好？这种男人，除了长副好皮囊，脑子里全是稻草。你怎么会看上他？孟长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的未婚妻受了伤，你不问问她疼不疼，倒在这里和我较劲，怎么？你是想在姨母面前显摆你救驾有功，还是想教训本将军护人不周？燕将军，这林子里的野兽是闻着味儿来的，与其浪费口舌，不如想想为何你未婚妻救驾时身边连个拿刀的侍卫都没有。另外，你我皆有婚约，大庭广共纠缠，实在不雅。燕将军，请自重。孟将军，多谢。他身上没有京城贵女惯用的甜腻香膏味儿，反而是一股清冽淡雅的皂香，
像边关寒冷冬日里的初雪，干净的让人忍不住想就此睡过去。孟将军，臣女不敢劳烦，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的。孟将军，这里人多眼杂，我自己走便好。别动。疼成这样，还要逞强？薛主心，你这些年一定吃了很多苦。别动，想让伤口再裂开，你就尽管折腾。肩背外伤淤结深重，寻常药剂竟难以化解。此方配伍倒是独到，恰好能疗愈外伤崩裂之病。刚给你把伤口缝好，要是挣开了，我不保证第二次能缝得好看。到时候留了疤，薛二姑娘回了京城，可别对着铜镜哭鼻子，嫌我这大夫手艺潮。毕竟京城贵女最看重的，不就是一张脸和一身完好皮肉？孟太医，太医院最年轻的首席，京中传言他医术通神，能医死人肉白骨，可性情却怪癖淡漠，即便给陛下看病也从无笑脸，活脱脱一个不近人情的活阎王。佳姐回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药炉里拎出来。她说你这人胆子大到敢拿根枯树杈去捅老虎，让我在这里盯着点，省得你哪根筋不对，再把自己给折腾死了，坏了她费劲救下来的这条命。前世在将军府，燕慈受伤时，那些太医个个唯唯诺诺，趋炎附势，眼前的孟成阁倒是性子清奇，格外新鲜。薛二姑娘，医者面前无戏言，有什么话直接说。那孟将军呢？他如何了？我就知道，你醒来第一句话必是问他。你们这些人见了佳姐便丢了魂一般。他前往巡视荒废营地，回京后军务缠身，哪有空闲顾及旁人？岂会像你这般只能躺着受罪？他有正事要办，实在是走不开，却偏偏又放心不下你这个挡刀的英雄，这才一脚把我踢过来给你当跑腿的。怎么，薛二姑娘见来的人是我，很是失望？臣女不敢。孟太医医术通神，今日救命之恩，臣女感激不尽，多谢孟太医。谢就不用了。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想来的。我这双手是用来从阎王手里抢人的，但我平生最讨厌救的就是那种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只会逞强博名声的蠢货。可谁让皇后娘娘也发了话，非让我亲自照看你的伤，于公于私，我都得在这守着你这具随时会散架的身子。这位孟太医人瞧着倒还行，就是这嘴里确实没一句好听的，活像淬了毒的冰碴子。这是太医院最好的生肌镇痛丹，我每日来换一次药，这丹药若是真疼的受不住了，便吃一粒。这是我亲手炼的，贵得很，你要是疼死了，砸的是我的招牌，别逞强。好吧，收回刚才那句话，这位孟太医虽然毒舌，但总算还有那么一句算得上是好听的话。这是重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因为我不惜命而感到愤怒，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些微暖意。看够了吗？还不滚出来！薛竹心，你够狠！那只老虎扑向皇后的时候，你明明有3次机会可以躲开，可你不仅没躲，还故意往虎爪上撞。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算计的滴水不漏，甚至连伤在哪儿、流多少血都在你的局里，大费周章地做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死局，驳了皇后的一个恩典，差点把自己也赔进去，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甚至不惜以身为饵，就只是为了和我退婚。不然呢？难道是为了看将军在林子里如何深情地喊着长欢？退了婚，我便是死也干净。守着你，我只觉得恶心。薛竹心，这局就算你赢了皇后，也赢不了我。想退婚，这辈子
你做梦！即便我有千般错，可那句就是5年，整整5年的朝夕相处。薛竹心，一世夫妻，你当真没有心吗？心？将军在问我，心在哪儿？将军莫不是忘了我的名字？竹心，竹字中心，本就该是空无一物啊。前世我求一颗真心，结果落得个在那四方后宅里数更兽等死的下场。竹子之所以坚韧，就是因为它心是空的，所以风吹不断，雪也压不折。有了心，便有了软肋，便会像前世那样被将军随手揉碎，弃如草芥。鬼也会流泪吗？哼，他连肉身都没有，甚至连影子都留不住，这泪又是留给谁看？不过是执念作祟罢了。生前给不了的深情，死后却要扮作痴情人来纠缠。将军，你这副样子演给谁看？这些日子，你躲在阴影里，看着我如何被猛虎撕咬，看着我如何在生死边缘徘徊，看着我费尽心机只为逃离。你看了这么多天的戏，真的不觉得自己恶心吗？既然你这么爱看戏，怎么不看到最后，看我如何撕碎这张婚约，看我如何将你这缕残魂彻底钉死在荒郊野外。薛竹心，不可能！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终于滚回你的阴曹地府去了吗？燕慈，这一局是我赢了，你的执念终究关不住我的命。我的儿，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半个月就闲不住，快把这燕窝喝了。阿娘，我不累，若不快些好起来，怎么对得起我生生从老虎口中抢过来的退婚许诺？你这孩子，那可是燕家全京城盯着的一块肥肉，你倒好，拼了命也要吐出来，往后怕是没几个人敢登门提亲了。无妨，我求的从来不是提亲的人，而是活路。伤口说得很好，这几天依旧不许沾水。手抬起来，我看看。孟太医，我想学医。这就完了？姑娘，这孟太医在宫里是出了名的怪性子，这欧是准了还是没准啊？不管是什么意思，这道门我是一定要跨过去的。这只是入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规要律。薛二姑娘，医者仁心前，先得有苦心。若3天内背不完第1香，便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好，孟老师，3天后来验我便是。医道一途，不收只会逞能的庸才，3日内至少得背完这其中的1/3。这医书，孟太医的字倒是比人温润。字是死的，医理是活的，别以为夸两句，我便会放水让你这种娇小姐过关。我没想过要太医放水，实不相瞒，这些书我不仅见过，而且并不陌生。既然读过，那说说看，何为伤寒1日，太阳受之？伤寒1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燥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看来佳姐没看错人，你的寂寞倒也不是全无用处。既然背得下来，明日起不仅要看书，还要学会怎么拿这根针救人，或者杀人。前世读到这里，只觉得晦涩如天书。我曾为了弄懂这一个通字，在那冰冷的藏书阁里枯坐了1夜，最终也只得了个南辕北辙。姑娘，您这都看了7天7夜了，连觉都没喝几个时辰。那孟太医平日都像含了冰碴子，万一他明日来抽查您答不上来，他指不定又要怎么羞辱咱家呢？他若不冷，这批注便不会如此犀利见血。正是有了这些如刀的见解，我才算是真正推了这扇活命的门。孟太医，您给的书，臣女已经全部看完了。
全部看完。雪儿姑娘，伊里不是萧浅的情爱化尘，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想必不用我教吧？既然看完了，那便从灵书开始背吧。皇帝问于岐伯曰：于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于哀其不够而孰有疾病？欲无使经脉扩张，流而不行，未知其所通。入于经脉，其气滞也；厥阴者，其气滞也；阳明者，其气滞也；太阳者，其气滞也。这不仅是博闻强识，这是要把书揉碎了进骨子里。这姑娘当真是在将军府蹉跎了5年，而不是在太医院苦读了5年。脏腑经络先后病脉正一。问曰：上宫治胃病何意？师曰：夫治胃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宫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食脾，为治肝也。不可发汗，汗出则蒸，咳而上气，喉中水积生，摄丹黄黄汤煮之。不算丢佳节的人，我还算满意。背书只是纸上谈兵，明日起随我去太医院后院看看那些活生生的病。背得下死书未必救得了活人，这是去年太医院接手的一桩急症，方子在那儿，看完告诉我太医署的人到底在哪一味药上开了鬼门关。这方子确实有问题。我知道了，这方子败在熟地黄这一味药上，原本是为了补肾水，可病家气血已瘀，强行补阴，反倒成了塞住命脉的最后一块砖。你说的这个死结确实有争议，太医院那帮老顽部吵了2天2夜，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为了保命，用了个折中的庸方子。但那帮庸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都不如你这一道置死地而后生的新方子精妙。雪儿姑娘，你还真是让我无话可说。算你有点天赋，没糟蹋我的药材。明日继续，别迟了。天赋？不，那不是天赋，那是前世整整5年，在那座像坟墓一样的将军府里，我与孤灯为伴，一页页翻烂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药匾，才换来的今日。薛竹心，你的前世并没有枉费，纵使暗夜行礼，每一步竟然都作数。原来他不仅仅是在教我，他在送我通往自由的入场券。这2个月，药草的苦味竟比将军子府的兰香更让我心安。在这里，我不是谁的附庸，只是薛竹心。不错，不过2个月，他开出的方子已经能留作太医院的医案存档。这世间当真有这般心性与天赋并存之人。雪儿姑娘，真是让本将军好找。我找了你整整大半个月，薛家的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原来你是藏在这里，捣弄起这些苦哈哈的烂草根来了。臣女在太医院学医，并非躲藏，太医院乃禁地，将军这般闯进来，似乎不合规矩。薛竹心，你是快要嫁进将军府做心腹的人了，学这些医理药医做什么？难道是想在洞房花烛夜给本将军把个脉不成？嫁人？将军在说什么？我已经退婚了。退婚？谁准你退的？这种关乎2家颜面的事，你也敢拿来开玩笑？薛竹心，你当婚约是儿戏，还是觉得本将军脾气太好？说这话的自然是这大梁的主人之一。谁说的？皇后娘娘。半个月前，臣女因猎场救驾之功向娘娘求了一个恩典，娘娘念及臣女的一片至诚，已经亲口押用了退婚之事。将军这半个月难道只顾着在校场练兵，竟连宫里的消息都断了吗？婚约已废，圣听已达，将军竟不知吗？阿慈，本宫竟不知这庄严神圣的太医院何时成了你燕小将军撒野发威的教场了？姨母，是这女人失了风，竟敢拿退婚这种动摇2家颜面的荒唐事来诅咒微臣。微臣不过是想教教他什么叫妇道。他没失风，更没诅咒你。退婚的恩典是本宫在猎场许给他的。姨母，这种大事你怎么能由着她一个没见识的小丫头胡闹？猎场救驾生死一线，他不要金银，不要位分，只要一个自由，有何不可？阿慈，你太让本宫失望了。竹心，你护驾有功，这一身伤，本宫看在眼里。说吧，你想要什么恩典？只要本宫能办到的，必不推辞。臣女想求娘娘
准许臣女同燕慈将军退婚。阿慈那孩子确实是傲慢了些，那日夜宴的事我也听说了。可竹心，他少年得势，难免有些不懂事，但他心眼不坏。你受了委屈，本宫可以罚他，但你也不必拿终身大事赌气。娘娘，臣女没有赌气，正因为臣女想清了这辈子的终身大事，才敢开这个口。既然你心意已决，本宫准了。薛竹心，你疯了吗？退婚？你凭什么敢跟我提这2个字？你当婚约是什么？是你想求就求，想退就退的玩笑吗？你当我将军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说你为何宁可舍掉将军夫人的位置要离开我。薛竹心，你大费周章的求退婚，就是为了守着这个会玩弄草药的小白脸。燕将军，请自重。这太医院的空气干净，莫要脏了这里的地界。孟太医是臣女的恩师，亦是这大梁百姓眼中的神医。将军这般信口雌拔，折辱的不仅是臣女，更是太医院的清明，是皇后的眼光。恩师？薛二姑娘，你莫不是拿本大军当3岁孩童耍弄？这内廷高墙，这偏僻小院，你们日日相对，耳鬓厮磨。你教教我怎么去信那所谓的师徒清白。孟长宁，你身为太医，竟敢私通官家女，我竟不知这庄严命地何时成了薛二姑娘藏污纳垢、做这些秽乱之事的地方！燕将军，请慎言。臣女随孟太医学医，那是猎场救驾后皇后娘娘亲口许下的恩典。将军方才那番话，是在质疑娘娘的圣断，还是在质疑这宫里的规矩？好一个恩典。薛竹心，你这副牙尖嘴利的样子，倒真让本将军刮目相看。你以为有了这道免死金牌，退了婚你就自由了？我告诉你，薛竹心，这天下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手的。我这人偏偏最喜欢强人所难。自由，前世我在这名字里求了7年，这一世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我也绝不会再看那个深渊一眼。这一巴掌我等了2辈子，活着的燕慈想困我入笼，死掉的燕慈想拽我入地狱。无论是披着少年平阳的傲慢，还是从灰烬里爬出来的偏执，竟然都这般阴魂不散。手伸出来。没掐。知道反击，不拿自己撒气，总算是有长进，没白读那些经书。一个教我如何用银针杀神自保，一个教我如何依心去腐。孟将军，孟太医，这姐弟俩性子虽然一火一冰，护短的法子却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掌心凉意是医道续我的底气，这往后的路我要自己走。是他。最近京城里是不是很热闹？姨母，您当真应了他？那日猎场的事本就是微臣救驾不利，与他何干？这种折辱臣儿、动摇军心的大事，您怎能……阿慈，薛二姑娘拼死护驾，满朝文武都看着，是她薛竹心在老虎爪子底下救了本宫。她浑身是血，不要金银赏赐，只要这一个恩典。本宫若是不允，岂不成了过河拆桥、薄情寡义之人？可那是退婚，他这是在当众打微臣的脸。阿慈，姨母知道你心高气傲，可你是皇后的外甥，是大梁的将星，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既然她这般决绝，这门亲事罢了便罢了。
各位看官，听说了吗？那五品小官家的薛二姑娘在那春猎场上，竟把咱们那威震八方的燕小将军给休了。胡说什么？那是皇后娘娘准的退婚，怎么能叫休？有什么区别？都是人家姑娘宁可拼命也要离开他。想那燕将军英武一世，最后竟被个病秧子小丫头给甩了，这滋味儿。我可听说了，薛二姑娘宁愿去太医院日日闻苦药汤子，也不愿进将军府安稳享福。你们说这燕将军常年征战在外，杀孽太重，伤了根本，会不会有什么说不得的隐疾啊？嘘，小声点，没瞧见燕府的亲兵刚才刚从这条街上过去吗？休了我，他薛竹心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让本将军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将军，那些草民胡言乱语，属下这就去把那茶馆封了。封得住一个，封得住这满城的嘴吗？他救了皇后，皇后还了他自由，那我呢？谁来回本将军的颜面？薛竹心，你以为找了皇后撑腰就能彻底摆脱我？你越是想逃，我偏要让你在这京城寸步难行。该死，为什么又想起猎场那一幕？薛竹心，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就这点出息？谁给本将军滚出来！别怕，另一个我不就是你吗？那个死在薛竹心手里，却还对他念念不忘的你呀！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别这么看着我，你若想知道为什么他在林子里看你的眼神像看一滩腐肉，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往事，比如上辈子你与薛竹心曾3书6礼拜过天地，在那座冷得像冰窖的将军府里做过7年举案奇谋的恩爱夫妻。只不过他在那夫妻当得惨了点，他被你生生困成了一个没有魂魄、任人揉搓的泥塑菩萨。你很享受那种掌控感。后来啊，你死在了那场漫天的大火里，是你那个温顺的像木头一样的妻子亲手为你点燃了火。你这辈子最引为傲的战功，最后全成了你的裹尸布。你开什么玩笑？你是说薛竹心那个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女人，杀我就凭她？她那种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只知道低头逆来顺受的软柿子，敢杀我？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你既然这样看不起她，那这一世你又是怎么被这个软柿子当着全京城人的面给退了婚的？这不过是他的手段，欲擒故纵罢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如果是来看我的笑话，你现在可以滚回你的坟里了。别嘴硬了，你在林子里找了他半个月，不就是想亲口问他为什么吗？我可以教你怎么把这根不听话的翠竹重新关进笼子里。我教你如何挽回她。挽回？我燕慈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一个不知好歹自贬身价去太医院当苦力的贱籍女子，也配让我挽回？薛竹心，我告诉你，我偏偏喜欢强人所难。这你也听见了？你这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样子，倒真跟我当年一模一样。7年夫妻，书房大火，死不瞑目，荒唐，简直是那个疯鬼的一派胡言。薛竹有心不过是个没脾气的木头，他凭什么敢？别再骗自己了，你现在这么烦躁，不就是因为你发现你难以为傲的权势和手段已经快要不抓捕他了吗？闭嘴！这大梁天下，只要我燕慈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失过手。你之所以还能在这大放厥词，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失去。你会后悔的，后悔曾经那样卑劣的逗弄他，后悔把他的一颗真心踩进烂泥里，后悔只把他当成一个博弈的玩物，一个宣泄不满的替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出现的时候一剑斩了你。薛竹心退婚不过是仗着救驾之功跟本将军闹脾气，他离了我什么都不是。闹脾气？去看看吧，去太医院看看他这些日子每天都在做什么，看看他分拣药材时的模样，看看他握住金针时的眼神，看看他没有你之后是怎样惊艳的人。那种眼神，那种带着血腥气的生命力，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薛竹心吗？所以呢，就算我去看，就算他变了，那又如何？她终究是我的未婚妻。然后你就会像我一样，即便重活一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奔向自由，而你只能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将军府。
不瞑目。不可能，不会的，不可能，不会。疯了，本将军一定是疯了，放着军务不理，竟然听一个死鬼的叫嚣，来干这种爬树偷窥的下三滥勾当。看吧，如果不亲眼看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丢掉了什么样的宝贝。这笑，他何时对我这样笑过？他在面对我时，眼里只有畏惧和死寂。难道我言辞还比不上那些苦哈哈哈的烂草根？薛竹心，你到底还有多少面是本宫也从来不知道的？退婚，如果是为了这副模样，如果是为了活得像个人，感觉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他。那个在将军府里像木头一样的薛氏，是被你亲手杀死的。本将军不过是来看看你到底长了什么本事，才敢嫌弃将军府的荣华富贵。薛竹心，你确实长了本事，你让一向不可一世的少年将军学会了像丧家犬一样偷窥。闭嘴！我绝不会变成你那种死不瞑目的样子。这种天气竟然还亲自送饭，薛竹心，你对那个病秧子倒是上心得很。孟老师，歇一歇吧，这粥我熬了2个时辰，火候正合适，快趁热喝了。拿走，我不饿，要案还没看完。热脸贴冷屁股，薛竹心，你也有今天。孟太医莫非忘了苏印所言，辰时不食，则胃虚难纳，脾弱难化，气血生化无源，久则诸虚空生。到时候老师要是病倒了，谁来教我下针？朕下不为例。这就对啦，良药苦口，美粥养身，好吃吗？上课。薛竹心，这算什么？他从未给本将军下过一次厨，甚至连一盏茶也从未这样笑眯眯地递给我过。刺眼吗，少年？他曾想把心挖给你，是你自己嫌腥，一把丢进了臭水沟里。如今他把这颗心洗干净了，送给了别人。闭嘴！你和他做过7年夫妻，他为你下过厨吗？他给你盛过这样的粥吗？说！没有，至死都没有。我真想冲进去杀了那个喝粥的小白脸。还在想那一碗粥？燕子，你引以为傲的权势和军功，在如今的他眼里抵不过孟长囊的一口热气。闭嘴！他不过是仗着我从前对他太冷淡，故意找个病秧子来气我。本将军亲自教他武功，这总比那些苦药汤子强100倍。得抓紧，今天还要去。薛竹心，将军拦路，有何贵干？若是为了婚约，臣女早已说得清楚。薛竹心，你别不识好歹。那日猎场杀虎，你若非走运，早成了畜生腹中的烂肉。光靠那点不要命的蛮劲儿，你迟早要把命玩丢了。薛竹心，从明日起，早起1个时辰，我教你武功。我教的功夫是杀敌护身的本事。孟长宁整日捣鼓的那些苦药渣子，除了能把人喝成个病秧子，护不了你周全。学了我的武功，你便是我的传人，看你还怎么天天往太医院跑。将军教我如何在将军府里听候差遣，还是教我如何像你一样，随手就能掷出一朵花来戏弄人心？薛竹心，我是为了你的安危。孟长娘除了教你捣鼓那几根烂草根，她能教你自保吗？不劳将军费心，将军的本事是用来杀敌立功的，臣女命贱，消受不起。
更何况，已经有人在教我了。有人在教你？谁？是谁？不可能，除了我，还有谁能教你？谁？孟长娘？你找那个只会写方子的病秧子教你武功，他那副身板，恐怕连只鸡都杀不了。他能教你什么？教你如何弱不禁风，还是教你如何半死不活？他会杀鸡，这是重点吗？薛竹仙，老子在跟你谈武功，你甜美就跟我谈他会杀鸡？不是哥们儿。腰下沉，气定，不要看剑，看你的敌人。调整好了，再练一遍。竟然还真是偿还，教他杀虎的是偿还，教他武功的也是偿还。在薛竹信眼里，你这个少年将军竟然连孟长欢的一个衣角都比不上。看啊，多刺眼！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如今成了他的领路人，而你在这里偷偷摸摸的看，连面都不敢露，像什么样子？像条没人要的野狗。不是这样子的。不，你这个满身死气的怪物！你口口声声说上辈子是夫妻，那你倒要问问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这半个月像个疯子一样跟着他，我看他对着孟长平笑，看他没日没夜的钻研那些苦药，看他为了离我远一点不惜拿命做绝。为什么？为什么他宁可去和那只猛虎搏斗，拼了命也要搏一个退婚的恩典，都不愿意嫁给你？哪怕是前世，他也宁愿拉着你一起烧死。可在他心里，你，或者是未来的我，竟然比那只茹毛饮血的野兽还要可怕1000倍、10000倍，即使快死都不肯嫁给你。是你毁了他的一辈子，现在却跑来跟我说要挽回。燕慈，你到底在装什么情深？原来如此，大姐如此恨你，我也是一样。薛竹信，阿玛德拉斯。边关急报，让路！又打起来了，听说北蛮这次是大规模进犯，伤亡不小啊！哎，你看孟大将军府的牵兵都集结了，怕是孟女将后日就要开拔。边关，前世我只在燕慈的冷言冷语里听过那个地方，那里没有深宅大院，没有流言蜚语，只有能让我彻底活过来的旷野。我要去边关，跟孟将军一起走。边关古寒，那是吃人的地方。薛竹信，你这副刚好拳的残躯，是嫌这京城的太阳太暖和，想去塞外为秃鹫？在那里，我不仅能救不该死的人，更能救我自己。孟老师，这几个月你教我的不只是医术，不是吗？别指望我会替你求情，这封信你拿着，若是佳姐不收你，你就滚回来把那30卷医治抄满100遍。向来毒舌的人，落笔时竟然如此温柔，谢谢老师。不在太医院闻药味儿，跑来这儿吃沙子，怎么还没被燕慈缠够？听说军中缺大夫，我来报名。我随孟太医学医大半年了，伤寒、金疮、正骨这些我都能看。孟太医说我可以出师了。长宁那个冷心冷肺的东西，竟然舍得放你出来，看来你是真的让他头疼了。我不看那张纸。薛竹信，我知你眼里的那股劲儿，也信你能拿得稳手术刀。边关的军功是拿命换的，没有回头路。想好了，死而无憾。后日寅时，京郊10里亭，过时不候。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不爱孟长欢呢？连燕姿那种长在冰窟窿里的男人都甘愿守着你的残影自虐，更何况是我，一个在这死水后宅里腻了半辈子，才刚抓住一劫福少的人。长欢，我好想你。孟长欢，你为什么要存在？你高高在上，为何偏要夺走我生命里唯一的这一丁点光？那时候的我恨孟长恨到了骨子里，恨到想要那个名字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孟将军，从前我是有点恨你的，我恨你占了他的心，恨你活得那样高远，让卑微的我只能像地缝里的杂草一样去仰望。但是我现在发现你真好，好到让我明白，这人间除了红墙绿瓦，还有塞外的雪，漠北的烟。你活得始生坦荡，才是天地间最快活的风。好到我也想要成为你的样子，不再是谁的替身。我要做薛竹心，做那个能治病救人，也能在边关策马的薛竹心。小姐，你回来了。不必通报。备车，我要去太医院见孟太医，见最后一面。这就是我薛竹心的全部家当了，也是我在这人间走一遭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阿娘，原谅女儿不孝，您求了一辈子的体面，在那深宅大院里被碾成了齑粉，可我想求的是这四方窗外的活路。薛姑娘，请留步。将军请您过府一叙。将军说了，既然婚约退了，那他与你之间那笔救命之恩的债，总得在今晚算个清楚。我与他无债可算，更无话可说。回去告诉燕慈，别让我更瞧不起他。姑娘别费力气了，将军交代了，既然你不想自己走进去，那我们就只好把你抬进去了。走，回将军府，那一套连夜赶制的大红喜服，可正等着新娘子试穿呢。这嫁衣，这花纹和前世被火烧掉的那件一模一样。醒了。是你，那个被我烧死在书房里的孽障。吴奇，这种久别重行的时候，提那个死字多晦气。吴奇，你终于醒了。你瞧，这新房，这嫁衣，都是按照你最喜欢的样子准备的。前世你走得太急，连这杯酒都还没喝，今晚咱们把它补上，喝了它，你就是我的，不管是这一世还是永生永世，你都别想再去找你的孟长欢。滚开！那火能烧你一次，就能烧你第二次。烧吧，只要能拉着你一起烂在这红帐里，烧成灰，本将军也甘之如饴。再找匕首还是银针，别费力气了。在这座府邸里，你是我的心妻，除了我，你什么都握不住。竹心，你可知，那年新婚夜，我其实已经走到了这扇门前，可一想到你在里面等着我，我却只觉得这屋子冷得像冰窖，最终在书房哭错到天亮。若是当初我推门进来了，若是当初咱们喝了这杯合卺酒，你我之间是不是就不用走到火烧书房那一步？是不是就能长久？你闭嘴！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呢？你把他杀了！你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你把他藏哪儿了？你是在心疼我吗？还是在心疼那个空有一副皮囊却什么都不懂的蠢货？竹心，你别忘了，我们本就是同一个人，他的傲慢是我，我的偏执也是他，他现在就在这具身体里看着你向我求饶呢。三更了，离寅时还剩1个时辰。孟长欢在等我，我要走，我必须走。你在等寅时，等那10里亭的马蹄声。忘了告诉你，
我模仿了你的字迹，给孟长欢传了信，信里说你思虑再三，终究还是舍不得这京城的荣华，甘愿留在将军府。万望大将军独自启程，不必再念。你卑鄙！孟将军不会信的，他认识我，他一定知道这是你搞的鬼。他不信又如何？天亮之前他必会出城，而你只能留守。薛竹心，孟长欢可以回他的边关，可你生生世世都只能留在我这地狱里，休想走！放开我！放开我！你疯了，燕子，你真的疯了。薛竹心，你两世为人，步步为营，哪怕我救了皇后，学了医，杀过猛虎，到头来竟还是绕不开这道红墙，逃不过这袭嫁衣吗？这一生难道注定要在他的阴影里腐烂，重蹈覆辙？对不起，竹心，对不起，是我疯了，是我错了，求你别这样看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求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此生此世，我绝不负你，我把命给你，把心挖给你，你要自由，我给你自由，只要你别丢下我。前世我求了一辈子的真心，等了一辈子的回头。在那些数更漏的夜里，我以为只要我再退一步，你就会看我一眼。可这一世，你却像个乞丐一样跪在我脚下。燕慈，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跟你赌气，等着你来哄吗？我恨你。临时到了，燕慈，你拦不住我。我恨你。恨我？好极了，那就恨着我吧，薛竹心。只要能让你永远记着我，不管是爱还是恨，都好。我得不到你的爱，得到你的恨也是极好的。起码在这世上，除了我燕子，你再没有精力去恨别人了。薛竹心，这辈子你只能和我纠缠，黄泉路上也好，这人间炼狱也罢，我们要么共死，要么就在这至死方休。不对，这双眼睛虽然疯狂，却带着一种近乎纯粹的被抛弃后的恐惧。鬼魂的眼是冷的、死的，可这双眼里，他竟会流泪吗？他不是那个看透一切只会玩弄人心的鬼，是那个鲜衣怒马、傲慢张扬，却在这一刻彻底被摧毁了所有骄傲的少年燕慈。不要走，求你，竹心，你看看我，我是阿慈啊。疯了，这具身体里有两个灵魂在互相生吞活剥。废物，都走到这一步了，你难道还要眼睁看着他奔向孟长欢的怀抱吗？你给我滚出去，滚出我的身体！你这个满手鲜血的怪物，你没听见吗？他说他恨我。我恨你。那又如何？我偏要强求。这将军府就是他的死地。燕慈，你扪心自问，你难道真的甘心放他走，去过那种没有你我的日子吗？他不愿意，他宁愿去死都不愿意嫁给你我，你还不明白吗？从我身上滚出去！我就是你摆脱不了我。杀了我你，薛竹心！不准走！薛竹心，不准走！这一次，不管是少年的你，还是厉鬼的你，都休想再困住我一分一秒。好像没人。薛竹心，你生是我的，死也得烂在我的骨灰里，你跑不掉，天涯海角你也跑不掉！住手！滚回去，让他走！你这个该死的怪物！废物！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放他走，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放开！
燕慈，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薛竹心再也不欠你半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一次，我不再等谁施舍天明，我薛竹心自会追到太阳。去追啊！你这个懦夫！他要去边关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薛竹心，这次没人拦你了，走吧，走，别再回头。你疯了！烧了他有什么用？他是你的妻，把他抓回来，打断他的腿，把他锁在暗室里，他就永远是你的了。你闭嘴！我们不一样，我绝不是你这种满身符咒、只会囚禁女人的怪物。我告诉你，我燕慈这一生纵横沙场，可以战死，可以马革裹尸，但绝对不会变成你这种可悲的样子。你要干什么？住手！那是我的身体，你杀了我也救不了他。该下地狱了。原来，这才是你口中给他的体面，这才是我带给他的地狱。薛竹心，你不该是那样一辈子，你该去塞外，去看看这世间的太阳。这一次，真的没人拦你了。走吧，走得远些，别再回头。这一世，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不，我争了这么久，我从那场大火里爬出来，跨越生死重活一世，不是为了看这个结局。我抢了这具身体，穿上这身皮囊，费尽心思布局周旋，为什么他始终不肯为我停留半步？因为你从来不明白什么叫放手。燕慈，你知不知道，你其实已经爱上他了？你为了他的自由，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可笑吗？你终于懂了爱，却也永远失去了他。燕慈，你终究要跟我一样，死不瞑目。冷风刮过来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无比痛快，那是2辈子以来最快活的滋味。薛家、将军府，还有那座囚了我2世的京城，终于都要被我远远抛在身后了。何人闯关？快停下！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一种声音，是某种坚不可摧的勒了我2辈子的东西，在这一瞬彻底断裂了。或许那是命运的期待，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谁的夫人，在这天地间，我只是我。前世我被囚禁于太子府内，以为天地甚小。竹心啊竹心，你瞧，原来天地竟是这样大的，大到能容下我所有的不甘。还没结束，他在等我，他也在等我。孟将军，你终于来了。燕慈那家伙字迹模仿的倒是有9分像，连那股子畏首畏尾、逆来顺受的扭捏劲儿都写出来了。既然将军收到了信，为何还不走？薛竹心，我虽然不爱读那些酸腐书，但还算看得懂人心。长了一双你这种眼神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男人折返回去当笼子里的金丝雀。你要走，那是杀出一条血路也要走的。说实话，若再等1刻钟你还不来，我真打算带着这100余千兵杀回城去，把昌邑侯府给掀了，从那喜床上把你捞出来。不必，那府里的人和事，不过是一点挡路的小麻烦罢了，我自己能杀出来，
就不劳将军动武了。好，这才是值得我等的人。好一个薛竹心！喝。直到这一口冷水入腹，我那一直剧烈狂跳的心，才在这广阔的旷野中慢慢平息下来。我后知后觉才意识到，原来那个被困在后宅里数着更漏等死的薛竹心，是真的彻底死在了昨晚。准备好了吗？前面的路可没京城这么太平，有的是能吃人的风沙。求之不得。天亮了。薛竹心，你看这人间是不是换了一副模样？怎么，舍不得那侯府的锦衣玉食？不，我只是在跟那个死掉的人正式道个别。好，既然如此，薛竹心，我再问你一遍，走吗？走，赶路要紧。从今日起，我自由了。往事已不值一提，那些困我两世的名分，那些蚀骨的执念，那些求而不得的悲凉，都随着残红埋进尘土里吧。过往皆为序章，往后的路没有囚笼，没有枷锁，只有你自己想走的方向。多谢将军，若不是你，我或许永远困在那方寸之地，看不清天地辽阔。我曾以为人生贵于深宅方寸，如今才懂真正的自由是放下过往，随心做自己。往后不问前尘，不恋过往，只向旷野，只负新生。竹心，你看，原来天地竟然是这样大的，大到可以让你丢掉所有枷锁，只做回一个普通的、完整的活人。这一次，我终于只是我了。